这又是啥神物？老子活了30多年，见都没见过啊！殿下，这东西长得像个小鼎，莫非也是杀伤力极强的兵器？不是鼎，上面写着燃气罐。末将只见过钱罐子、蜜罐子、油罐子，从没听过专门装气的罐子。是啊，殿下，我们能打开看看吗？里面装的是什么气？都离远些，万万不可靠近明火，这东西一遇火就会爆炸，威力极大。神明居住的世界竟如此神奇，高耸的楼宇，凌空的黑色道路，不用牛马就能飞驰的铁盒子，还有五彩斑斓、亮如白超的灯火，连路边的花草都比皇城的鲜艳数倍。他暗暗打定主意，定要在神明的驻地下壮壮大钱，一统九国。神器，这绝对是神器！有了这东西，咱们还怕北蛮30万大军？殿下，您下令吧，想让我们怎么干，只要您开口，末将愿带人杀出去，将北蛮贼子一网打尽。没错，有了这些神器，就算北蛮大军全来压城，咱们也能把他们全炸上天。都安静，此物威力极大，稍有不慎便会伤及自身，绝不能莽撞。先仔细看视频，把使用方法记牢。原来是这样。只要把这东西放在封闭的地方，点燃明火就能爆炸。还有一种方法，拧开阀门，撒上面粉，再点燃明火，也能爆炸。还有，点燃阀门，远程抛射出去，也能引发爆炸。霍廷烨听令，你带一队精锐，连夜潜出城外，在主战场地下挖好密道，将这些煤气罐全部埋入，务必隐蔽，不可被敌军发现。公主殿下，陈岩醒了。韩大人，老夫不是故意的，求大人恕罪。妈了个巴子的！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畜生！陈坤在哪儿？快说！大人，陈岩对不住您。陈坤他们在东山挖了密道，准备今夜携北蛮大军偷袭梁城。还有，你是在找这个吗？是皇城来的人，那人说要联合北蛮将军摩格杀了您。你可知那人是谁？长相如何？我看不清，他戴着黑色面具，腰间配着麒麟宝剑。黑色面具，麒麟宝。先放开他，此时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，眼下最要紧的是阻止北蛮军偷袭。等一下，相比我们主动去找他们，他们此时前来正是时候。公主殿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难道不应该立刻去东山拦截他们吗？如今我们有神灵赐予的神器，他们想偷袭梁城里应外合，那我们便将计就计，请君入瓮，让他们有来无回。就是这块石头，快，合力搬开！殿下，这里应该就是陈坤和北蛮密探的藏身之处，这些白骨恐怕都是被他们灭口的人。看来这场阴谋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。传令下去，布好埋伏，等北蛮大军进入山洞，便点燃煤气罐，将他们一网打尽。月昭公主，陈坤那厮没抓到，但我们在山脚下捡到了陈岩，他是陈坤的同族兄弟，肯定知道陈坤的下落。快，把张军医叫来，让他带上最好的药，务必将陈岩救活。我们还要从他口中问出陈坤和北蛮的阴谋。是，殿下。公主，陈岩本该和陈坤一起逃出梁城，怎么会伤得这么重？莫非是他们内讧了？公主，这绸缎奴婢认识，是前几年京都盛行的双面锦，只有皇子府的侍卫才会穿，怎么会出现在梁城？先别乱猜，等陈岩醒来再好好审问，切勿打草惊蛇。你怀疑皇族中有人与北蛮合谋，越是如此，你越要杀出重围，将幕后之人揪出来，速腾出空地。我传500个煤气罐给你，将平板传过来，我发送使用视频。你连夜派人在梁城城外100米处挖地道，将这些东西埋进去。所有人后退10米，不得靠近聚宝棚。再给我最好的防水布料和棉花，越多越好。这些布料是给梁城的老弱病残裁制冬衣的，务必保证质量。尺码从39码到45码，每种尺码各1000双鞋。先给我备货，我先付定金，3天后取货。太惨了！煤气罐爆炸，把整个餐厅都炸了。可不是嘛，消防车把前面堵得严严实实，根本过不去。你不知道？
煤气罐的威力不比炸弹小，甚至能引发连锁反应。对呀，煤气罐遇明火爆炸，威力巨大。老板，你店里有多少煤气罐？我全要了。这位先生贵姓？我们店里有500多个煤气罐，您真要全部买走？大批量批售煤气罐是需要相关部门许可的。我农场要扩大规模，开自助式农家乐，用这些煤气罐做饭，保证不做违法乱纪的事。反正你这煤气罐也是要卖的，卖给谁不是卖？行，先生，我这就安排人给您搬货，送到您指定的地方。快，越快越好，送到城郊的农场就行。殿下，梁城四周地纠的地形山势，末将已经带人全部查看过了。除了西山那个被挖掘过的隧道之外，暂时没有发现北蛮密探和陈坤一党的任何踪迹。报，将军，抓到陈岩了。神明真是厉害，竟在这般关键的时刻赐下这么多神器。神明在上，您赐予的武器，岳昭已经全部收到。岳昭代替梁城数万将士，对神明磕头叩谢，多谢神明庇佑。若有机会，岳昭真想当面拜谢神明的恩情。多谢神明眷顾，多谢神明眷顾。神明若方便，可否再赐些粮食和马料？今夜我准备夜晚偷袭敌军，想让将士和马匹都吃好一些，才有气力杀敌。神明前几日赐的粮食虽多，可梁城人多，终究撑不了几日。只有粮草充足，将士们才有死战的斗志。这是定金，稍后岳昭还有更多金银奉给神明，还请神明答应。晚上才是拍卖会，还有不少时间。先把粮食和物资备好，传送给他。老板，你店里的大米、面粉各1000包，全部给我包起来。再拿100包红薯粉、粉干、面条，每包50斤，还有黄豆、绿豆、黑豆、青稞、小麦，各500斤，都给我装上车。好，快装。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的滋味，太难受了。不能让他们再遭这份罪。厂长，给我来最保暖防寒的羽绒服。尺码从1.7米到1.85米，黑色和迷彩图案的，各2000件。好嘞，先生，您放心，都是最好的货，保证保暖防水。每日耗粮之具，你们可知？今日本宫便是要向你们借钱，向神明换取更多粮食。殿下说的是，只要神明庇佑，草民等万死不辞。不知殿下需要多少？殿下要100万两。您放心，我3人拼尽全力，也一定凑齐。3人分摊，每人也要30多万，已是伤筋动骨。是你们3人，每人100万两。他们本想留着家财，城破之日买命自保，并不相信秦岳昭能以5万兵力抵挡30万北蛮大军。殿下，100万两，这是要草民的命啊！我等只是边地小商，连年灾荒，实在拿不出这么多，求殿下开恩。这么说，你们是不愿替本宫分忧了？殿下，不是，
草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必多说。三人低头一看，瞬间魂飞魄散。档案上密密麻麻记着他们的家底、人口、生意往来，更记着他们强抢民粮、拐卖人口、辱尸掠财的一桩桩重罪，条条皆可凌迟。殿下饶命！殿下饶命啊！草民知罪。这些罪名你们是认了。既然如此，今日本宫杀了你们，抄家灭族，你们可有怨言？殿下息怒，草民。殿下，聚宝盆显灵了，神明又赐下东西了。众人齐齐抬头，只见聚宝盆中不断倾泻兵器，如雨落下，很快堆满半个外院。殿下，草民愿意倾尽全力助您对抗北蛮，100万两纹银，求殿下给草民3日时间，定然全数送到将军府，绝不敢耽搁。公主放心，草民也竭尽全力，3日之内必把100万两送到。草民也一样，绝不拖殿下后腿。你们的觉悟还算不错，但本宫现在不仅要钱，还要你们府上所有的小厮和壮丁，全部征入军中，补充兵力。啊，人也要啊！遵殿下吩咐，草民回去后立刻将府中壮丁悉数送来。明白，楚镇河那边你得抓紧，不然处事难保。楚先生，霍小姐的拍卖会已定，今晚9点天都酒庄，请您单独前来。成了，拍卖会成了。厉害啊，用拍卖会钓孟兴生老总。我陪你去。不用，你抓紧做重型弓弩，我自己去就行。殿下，听闻招募女兵，请收下我们。我爹是猎户，教过我射箭，我要上阵杀敌。梁城被困数月，多亏殿下请神明救民，您就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愿追随殿下，守护梁城。殿下，昨夜至今已征女兵8000，全都愿归您麾下，死守梁城。好，太好了！今后你们随陈婉儿，先习女子格斗之术。婉儿，贵族们已到将军府，随我一同去见他们。公主殿下驾到！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夜进食怎会不饿？坐下，一起吃。陈婉儿不再推辞，侧身落座，默默用餐。三人见状，心中更加忐忑。几位平日山珍海味惯了，这粥水咸菜怕是难以下餐吧？只是这荒年，本宫也只能如此待客。草民惶恐，能得殿下召见，已是草民祖上积德。在下听闻公主能通神明，心诚则良多，在下愿捐5万两纹银，供奉神明，以表诚心。我等也愿各出5万两，为民祈福。本宫还未开口，3位便如此主动，果然是我大钱粮商。能为殿下分忧，是草民等的荣幸。殿下，草民愿为殿下鞠躬尽瘁。还有我也愿意。不急，你们都有出力的机会。梁城饥荒1年有余，朝廷粮饷不至，守城精兵仅剩不足5万，百姓尚有10万之众。你们干什么？哟，楚萧，你还知道回来？让你奶奶、姑姑在这儿等半天。楚萧，你再怎么说也是楚家人，当年要不是楚老爷子出钱供你爸读书开公司，他能有这么大家业？就是我大姐为了供你爸，连亲儿子都顾不上，被人笑了这么多年，你怎能忘恩负义？镇元这么多年被你爸压着，从不计较，一人撑起楚氏，你不感激就算了，还去公司胡闹。算了算了，都别骂潇潇了，他刚没了大妈，心情不好，我能理解。啧啧，我当是谁？原来是你们全族组团来送人头啊！擅闯私宅，够进去蹲几天了。
不至诚。你不过是楚振龙养的一条狗，我们楚家的家事轮得到你一个外人插嘴？楚萧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奶奶？你算什么奶奶？不对劲，以前楚萧就是个浪荡废物，在楚家抬不起头，他一吼就不敢吭声，今天居然敢顶撞他。楚萧，你什么意思？当年要不是我逼着老爷子拿30万给你爸开公司，他能有今天？30万？当年爷爷明明要给我爸100万，是你以死相逼，逼他签高额借款协议，逼他给你下跪，最后才施舍了30万。你对我爸没有恩情，只有羞辱，可我爸依旧以德报怨。爷爷卧病多年，是我爸出钱出力，前后花费几千万，你认吗？养恩大于生恩，楚振龙孝顺老爷子天经地义，借款是另一回事儿。没错，楚振龙没立遗嘱，按法律我们都有份分钱，今天不分清楚，我们就赖在这儿不走了。这是我家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你楚振元40多岁包养小三，让小姑娘给你泡澡，要不是我爸擦屁股，你早蹲大牢了。还有你楚淑音，嗜赌如命，输了近1个亿，是我爸把你从赌场捞出来，不然你早被人卖去拍片子了。曹水芹，你安插多少人进公司贪公款？我爸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结果你们联合和楚振和侵吞公司，现在还想要遗产，债务还有几个亿，有本事你们去还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你胡说八道，血口喷人！楚萧，怎么能跟长辈翻旧账？什么长辈？我跟你们毫无关系，再不滚，我就把你们的烂事全抖出去。造孽呀！我楚家养出这么个白眼狼，儿子刚死就六亲不认。去找二哥，一定要给楚萧点颜色看看。再放这些人进来，直接报警。要不要我派保镖全天守着？不用，把你们公司的防爆武器送一套来，下次他们再来，我不介意试试电击棒和防狼喷雾。公主这是要集合全城之力，共同抗敌。不只要收编私兵，林天恩说的有理，本宫还要招募女子兵。良城女子常年牧羊骑马，力气不输男子，神明所赐武器又精巧易操作，若能再请神明多赐些兵器，他们便是一支不可裁拒的战力。公主思虑周全，末将这就去安排。这是出征前你舅母给我求的平安扣，不值什么钱，你先带着，等我回府也把值钱物件都搜罗出来，绝不能输给林天恩那家伙。舅舅一向寡言，却永远是最坚定站在他身后的人。神明在上，岳昭已收到您赐下的武器，三军振奋，感激不尽。不用客气，这些还只是开胃菜，后面还有大批冷兵器。神明待我太供了，如此海量兵器，就算倾尽大钱国力，也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送到良城。本以为先前的弓弩已是天恩，没想到他竟主动备齐了这么多兵刃。神明对岳昭恩重如山，无以为报，此物微薄，还请神明莫要嫌弃。楚萧，你这是跟古代公主网恋呢？啊！我起猛了，铜盆里真掉玉佩了。瞧见没？这就是我的聚宝盆，对面那位是我财神爷。这枚平安扣价值绝对不虚。楚先生，您家门口来了10几个人，说是您亲戚过来要债的。买车的消息传出去了，这群人终于找上门来分遗产了。父母死得蹊跷，未留遗嘱，按法律，那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奶奶、小夫、小叔都有继承权。可当年父母离世，这群人不仅落井下石，还把他家洗劫一空，如今居然还有脸来要钱。果真，神明所用的兵器威力远超凡物，比我们平日所用强上数10倍。殿下，这弓弩精巧又有力，极适合女将士使用。昨日神明赐下的金刚聚宝盆，奴婢已绝世神物，今日见了这些武器，才知自己见识浅薄。这东西倒跟我爹的拐杖有几分相像，没想到也是件兵器。殿下，臣不是故意的，没想到这小小暗器，黄豆大的铁丸，竟能震裂手臂粗的木砖。
公主您看，这衣裳模样像极了咱们的铠甲，摸着却更暖和，分量也轻得多，不知能不能挡刀枪。林将军，你来穿上一试。是，怎么是？不会要拿刀砍我吧？怎么连神明赐下的宝甲都不信？还是林大将军怕了？来，老子要是躲一下，从此不姓林。公主殿下，此甲简直神物，比我朝青铜甲坚固100倍。就算北蛮精锐持刀来砍，也伤不了先锋营分毫。莫说北蛮，便是大夏金甲军前来，咱们也能正面抗衡。殿下，此物绝佳，守城将士藏于城楼，便可俯射城下敌军，来去无踪。臣这就分发下去，让士卒操练。大牛、二虎、小哑巴，你们几个眼神最尖，快上来领兵器。殿下，这弓弩太好用，一共有多少？一共3000副。若是能再多些就好了，新兵、女子兵也能一同装备。说得好，从前只招男兵，如今有神界利器，女子亦可从军杀敌。想法可行，只是神明所赐兵器有限，那就再请神明多赐一些。你可知神明这些天赐下多少东西？粮食、水源、药物、建材、兵器、战法，哪一样不耗神费力？这已是天大恩典，你岂能如此贪求，如同点菜一般？殿下，只要神明愿再赐兵器，末将这就回府搜罗全部珍宝财物，供奉神明。末将等也愿献出家财，只求神甲神弩共退强敌。好，你们既有此决心，本宫自当向神明转达心意。公主您听，这玩意儿有声音。公主，末将是林天恩。林天恩，小声些，此物可千里传音。千里传言。公主，末将是林天恩，您能听见吗？你便站在本宫面前，本宫怎会听不见？先退到100米之外再试。公主，末将想喝酒了，能不能给盛点酒？战时严禁饮酒，违者军法处置。末将就是随口一说，公主别当真。待击退北蛮之日，本宫运向神明求来美酒，与诸位不醉不归。公主千岁，千岁，千岁。真儿，你之前说过，梁城除了太守军外，不少贵族都养着私兵和侍卫，是吗？你去写几张帖子，明日让他们全都到将军府来见我。这位顾客，佛怒唐莲威力太大，我刚动作慢了点儿，不小心伤到了自己的胳膊。您要是满意，赶紧跟我的店员下单。这店主真是拿生命在卖货啊！你们店里这些武器还有多少库存？我全要了。先生，您没开玩笑吧？这些东西我们老板在直播间叫卖了3年，连工厂都倒闭了都没卖出去。您真的要全部买走？真的吗？我们一定送到。少废话，便宜点，最好明天亲自送到我别墅来，我急用。刀枪剑戟每把100元，我现在就刷定金。这不行啊，先生，这些都是金刚打造，还开了刃，我们要担管制刀具的风险，最少120元一把，不能再低了。行，就120元，明天必须送到，能办到吗？能，一定能，我们今晚就加班打包。行的，行的，我晚上就去打血清，明天中午前一定给你送到。楚萧，快起来，你要的武器都准备好了。还是你想的周到，我都忘了这茬了。你小子一门心思都在古代公主身上，赶紧的，武器运过来太扎眼，我都堆在郊区仓库了。你把你那盆抱过去，直接传给他。嗯。这样的女人，要是放在现代，要么是叱咤风云的女霸总，要么是雷厉风行的女总裁，太有魅力了。这地势跟现实中的火锅城一样，特别适合开挖地道或者防御工事。这个想法先记下来，等时机成熟再告诉他。哎呀，这真的是弓弩吗？设计的也太精致了。这材料看着像是金刚，但比金刚更轻盈，拿在手里一点都不重，特别带劲。好厉害呀，公主！这弩弓的后坐力比我们用木质乌弩小太多，但力道却大得惊人，整根箭矢都扎进了木墩里。要是射在北蛮敌军身上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同时，我会告诉他，神明赐予的粮食有限，若他与北蛮大卫联手，分到的粮食寥寥无几，权衡利弊，他自然清楚该如何选择。不愧是公主，
厉害。但这一切都需要神明助我一臂之力。我需要更多武器，金刚打造的大刀、盔甲、弓箭，还有棉衣和鞋子。我不会空手讨要，会再奉上精美礼品，请神明应允。其实跟你说实话吧，我不是什么神明，我是生活在21世纪的社畜。神明？什么是世纪？什么是社畜？就是生活在2023年的普通青年。你要是不信，我也拍张照片给你看看。啊！神明长得竟如此俊美，他未穿衣物，莫非是在暗示什么？殿下，霍将军来了。神明在上，岳昭现有要事处理，先行退下。好的，你忙你的，明天把将士们铠甲的尺寸发来，我给你买棉衣棉服。都跟他说我不是神明了，这古代公主还是把我当神供奉，真是太可爱了。就冲他这份心意，我也得帮他打赢这场仗。之前在木质城那儿买了防爆武器，但秦月昭要征兵要结盟，人手只会越来越多，刀枪剑戟这些冷兵器肯定不够用，要是能买热武器就好了。真想给他弄几百架意大利炮，直接碾压敌军。楚先生，您放心，我们家的武器都是金刚打造，质量绝对过关。我这就给您演示一下。嘿嘿嘿。楚先生，您看，这质量绝对经得起考验。您要多少，我们都能供应。东西还行，但都是些寻常款式，有没有更厉害的？楚先生，您别着急，您看这个，这是流星锤，威力巨大，砸到身上直接骨裂。还有这个叫佛怒唐莲，是暗器里的极品。您看清楚了？只要对准想暗杀的人，轻轻一按这个开关，貔貅串珠，麒麟玉坠，团云纹腰牌，玉蝉哨子，每一件雕工精湛，质地温润。这样的玉石在古代价值连城。照片中的女子身着铠甲，面如桃花，英气逼人，世间罕见，没有任何美颜妆容，却美得惊心动魄。手中的玉石瞬间仿佛都失了颜色。不用谢，你有所求，我自然全力以赴。只是好奇，这些玉石是哪儿来的？府邸整理出来的，我挑了几件上乘的送给您。既然如此，你还需要什么？尽管说。神明上次赐予的药物对将士们益处直大，军医说库存不多了，希望神明再赐些。梁城已遭敌袭，若他再无行动，被三国联手围攻，他必死无疑。10万百姓，周边郡县都将生灵涂炭。明日便给你筹备药物。只是梁城已遭敌袭，你打算怎么突围？神色一凛。若援军不到呢？或者敌军不止30万呢？我已派人去请南城将军。梁城有粮的消息传出，他爱民如子，断不会坐视不理。若援军来了，但敌军也有其他国家的援军呢，比如北蛮、大魏、大梁联手，你可知这三国兵力多少？北蛮与大前交界，大魏在北蛮北方，两国曾因草原水源动过干戈。大梁在北蛮南边，国力最弱，向来安分守己，无边境争端。神明是说，这三国会联手攻打大前。神明所言甚是，天下大旱，梁城有粮的消息一旦传出，别说三国，周边各国都会觊觎。但我有办法，我会征收城中所有豪门贵胄的物资，便入军营，同时挑拨大梁与北蛮的关系，以粮食为诱饵，拉拢大梁为盟友。若南城将军真的率援军到来，我会以粮食为条件，让他帮忙向周边征兵，一同来梁城。他原本也是这么想的，没想到秦月昭与他不谋而合。
若大梁国君不答应呢？本宫身为大前公主，又是天命神女，这身份足以让各国忌惮。如今我通神求粮的事已传开，足以证明我的能力。我会写信告知大梁，结盟后百姓能吃饱穿暖，国家安居乐业，大梁国君并会动心。妈拉个巴子的！老子找遍了陈坤那时可能去的所有窝棚，连个人影都没找到。看来那个畜生是躲到深山老林里去了。殿下，末将无能，没能将陈坤一党抓回来，让他们逃走了。梁城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除了城坊，还有大片的山林和沟壑，你们一时找不到也很正常。况且城中有粮食的事，迟早会泄露出去，他们迟早会现身的。你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安排好巡逻人员，守好梁城的大小出入口，严防奸细趁机偷袭，保护好城中的百姓和将士们。张军医，你不在军营医治受伤的将士，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殿下，您先前被北蛮刺客刺中的伤口还没来得及好好处理，老夫特意过来给您换药。若是再拖延下去，伤口必定会感染化脓，影响您的身体啊！殿下，这是消炎药，您服用后就能有效防止伤口感染，促进伤口愈合。你的伤口疼不疼？殿下放心，末将的伤口不仅不痛，这药贴上之后，伤口愈合的特别快，简直太神奇了。是啊，殿下，以往将士们受了刀枪剑伤，至少要休息好几天才能重新上战场。如今有了这些神药，轻伤的将士贴上膏药，当时就能重返战，丝毫不受影响。以前没有在这些神药的时候，要么受伤后要硬生生化脓高热，最后发炎溃烂而死，伤亡惨重啊。如今有了这些神药，不仅能完美减少战损，保存我们的兵力，更让将士们看到了希望，军心大振啊！殿下，有了神明的相助，我们一定能守住梁城，击退北蛮。殿下，您也看到了，军中将士受伤的本就多，昨晚一战又送来一批，这些免缝针贴和药膏实在撑不了多久了。那你说说，还缺多少？贴膏至少要1000贴，还有这个消炎喷雾、外伤药膏，还有您刚用的这种特效药，也都急需补充，越多越好，殿下。这是借着疗伤，明着讨要物资。张军医，你先把急缺的药材列个详细单子。婉儿，你去把上次整理出来的金银珠宝挑些上层的送来，首饰、玉石都要。是，殿下。神明该是位俊秀郎君，想必不喜欢寻常差环，又是要粮要建材要武器，理当有所表示。想起陈婉儿曾说神明偷看他换药，心中不禁有些忐忑。但为了10几万百姓的将士，他别无在上。岳昭已收到您赐予的建材与药物，这些玉丸是岳昭的一点心意，还请您笑纳。公主殿下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来了？哪里的场地够大够空，可以用来堆放大量石灰、砖头之类的建材。那边是专门用来存放建材的场子，足够宽敞。俺的娘哎！末将造了一辈子城楼，只知道用青石和石灰，从未见过这样的铸造材料。这些好像是铁，不对，这是金刚吧？一早霍江将军就说公主您能通神，末将还以为神明只会赐予粮食和水，没想到神明还赐予我们这样的神物。只是这样的神物，末将等人从未见过，可怎么用啊？还请公主殿下指教。你起来吧，神明说了，很快就会教我们仙界的铸造术。你立刻去叫上负责铸造城墙的所有将领，到我的营帐等着。很好，电量都很足，让你们下载的东西都下载好了吗？楚先生您放心，全都下载好了，一点都没落下。你办事效率不错。对了，你们这里有充电宝吗？要最大储电量的那种啊？最大储电量的充电宝是160瓦时 A 的，您要多少个？100个吗？对，100个，立刻给我安排。好，楚先生您等一下，我现在就去调货。您方便留下家庭地址吗？稍后我亲自送到您家，可以吗？
这绝对是大富豪！以后店里的紫超鳗再也不愁卖了。殿下，是不是神明把仙界铸造术放在这个盒子里，给我们送来了？对，赶紧把这些东西捡起来，小心一点，别弄坏了。这里面不仅有神明教我们铸造城墙的方法，还有各种作战技巧，你们赶紧拿去学习，熟悉用法。除了最后一种，其他的，你有多少存货，全给我。你知道这些多少钱吗？一把十字弓1000块，往后每款递增1000块，单单每样买一把都好几万了。你居然要我全部库存？别废话，就说有多少。十字弓5000把，其他几款都是3000把，全部拿下要3000多万，再加上弹夹、箭矢、瞄准镜等配件，总共3500万，才3000万而已。你忘了我手里有多少宝物了？别啰嗦，全部打包，秘密送到我的别墅去。除了这些远程武器，我还要电击棒、防爆服、盾牌、头盔和登山绳。你这阵仗也太大了吧！别人看到还以为你要支持某国家打仗呢。那你就当我是去支援他们呗，反正你不说我不说，谁知道？对了，1000个对讲机，1000个手电筒也全部给我弄好，钱就从上次买别墅剩下的资金里扣。你小子账可算得真清，不过好兄弟理应鼎力相助。志成，我记得你之前说想复刻古代的巨型弩、三弓神弩和投石机，就是那种能远程贯穿敌人盔甲马车，甚至击穿土制房屋的弩弓，还有能投火油石甚至投人的投石机，对吧？你问这些干什么？我给你投5个亿，你给我整30台神弩、50台投石器，还有3000副飞行衣。5个亿？你为了古代公主居然来真的？真的不能再真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了，钱转过去了，我现在得回去给财神爷送种子。哪有那么快？怎么也得1个月。好，就给你1个月，必须把武器搞到位，搞不到的话，我就把你传送到古代去打仗。啊！他心里清楚，现在的聚宝盆还没法传送人类，要是真能传送，他自己早就去公主身边了。种子买到了，我先传送给你。我的神啊！这哪里是种子啊？这么多，我们哪里种得完啊？是啊，这不仅是种子，更是粮食啊！神明出手，真是太大方了。我们在前方打仗，百姓们在后山种粮，现在有了种子，又有水，以后咱们就有吃不完的粮食了。这除了几样认识的，好多种子我们都不认识，不知道都是啥。公主殿下，您给我们讲解讲解吧。是啊，这些菜本宫长这么大都没见过，也不知道该怎么种植才好。收到东西后，再找个方便堆放筑墙材料的地方。建筑材料也来了，快把本宫的马牵过来！神明说给我们传送筑墙材料了。先前妄图争食小男孩的侍卫还在吧？严刑逼供，看看陈坤有什么藏身之处。是，殿下。让开让开！都是老子眼瞎，养了这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。这个莽夫，不过倒是够胆气，也够义气。公主殿下，您现在就下令让我去，我要亲手杀了他们。既然太守大人都说了，那你和韩太守一起去吧。你竟然敢通敌，知不知道这是叛国？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梁城迟早完蛋。我只想活下去，有什么错？活下去？秦月昭已经全城通缉你们了，你们现在跟丧家之犬有何区别？谁是丧家之犬？我手上可有密道相关路线指引，只要给了北蛮人，不仅能出去，保不齐荣华富贵都有了。什么？可让你这么做在这好好干吗？什么？你这么做对得起太守吗？当初若没有他，你们有屁的饭吃！总之，你们想当奸细自己去当，我不会当。陈岩，不为自己，也想想你的妻子和孩子。
楚萧，你好好看看，这才叫真正的冷兵器，跟那些影视道具比起来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我们这些全是用现代顶尖技术和优质材料打造的。首先是连发十字弓，它像枪又像弓，全金属枪身，握把和弹夹是耐用素子，自带4个皮卡廷牢后折叠枪者17英寸长，重量不到4斤，配备一体式10发顶部弓弹夹，既能连发也能快速装填。楚萧，你看它自带红外线瞄准器和强力弓片套件，射程数百米，既能贯穿人体，也能击穿山石，比古代单一单发的弩弓强了几十倍。这是胡椒球 PPC， 比实炸弓更轻，射击更精巧，有效距离100多米，同样融合了瞄准器和皮卡滚，配合铅弹可连发，特别适合女子防身射击。而最厉害的是这款双箭射击弓弩枪，外形和十字弓类似，但它无需重新拉弓就能装填并发射2支箭，速度高达每秒350英尺，还装备了50毫米瞄准镜。这玩意儿简直是擒贼先擒王的神器，比古代需要几个人拉的重型机弩灵巧好用太多，一发就能致命。最后是紧凑型气步枪，它既能装铅弹，也能装毒药粉尘子弹，枪托和夹板都可调节，远程瞄准精准到离谱，千米之外打只兔子都不在话下。不过这玩意儿科技含量太高，想让古代那群人上手恐怕有点难。楚萧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去买种子？帮我把这些东西存到你们公司保险柜里去。这都什么东西啊？还要存我们保险柜？啊！你这是发财了！这有什么？你再看看其他箱子。我的神啊！楚萧，你这都假的吧？什么假的？都是货真价实的古董。我操！难道你挖谁家祖坟了？你别管我这些东西哪儿来的，反正都是正经东西，暂时放在你们公司仓库，我要的时候再来拿。可以是可以，就你这来路不明的东西，我总得总的，我们什么总的？是兄弟，我会害你吗？从来都不害你吗？我还有要事找你办，别啰嗦。哦，还有啥事儿？是楚氏那边的事儿有眉目了？不是，是我想找你买一批专业射击武器。啊！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？我不是为了自己，我要大批量冷兵器，只要不违法，能用的你都给我。其实我有个聚宝盆，这些古董宝贝都是古代公主送给我的，可那一起来有点连肥慢了，用来换武器和装备，之前的种子就是买给她的。楚萧，我知道你父母出事心里难过，但你不能太悲伤，不然会精神失。奇猛了，楚萧现场上演魔术。殿下，韩管家说有要事汇报。什么事？尽管说来。殿下，近日老夫遵循太守之命，将所有侍卫交与霍统领，对人数时发现少了几个人，特来向您禀报。少了几个人？哪几个人？回公主殿下，除了陈坤，还少了陈岩、陈忠、陈赫、陈大胆、傻大个、吴三郎。他们几个是不是负责西山巡逻的侍卫？回公主殿下，正是。我今天来是想求霍小姐帮个忙。帮什么忙？楚先生但说无烦，只要我能做到，一定尽力帮忙。我想请霍小姐帮忙办一场拍卖会，邀请 S 市所有有名的企业家前来参拍。我有几件宝贝要拍卖。拍卖？您对我们之前给的价格不满意？不是，我想见孟星辰集团董事长，但我这么个无名小辈，他老人家肯定不会给面子。霍小姐不一样，我知道她有这个实力。大钱的古董本身说服力不足，但有霍小姐出面，情况就完全不同。那些收藏家最看重的就是孤品奇品，这点我比谁都清楚。有是有，但孟星辰的董事长可不是一般人能请得动的，其中要花费的精力和时间、人情和金钱。这是一点小意思，若霍小愿意帮忙，我可出4、9件大钱无物，作为这场拍卖会的展品出售。4件大钱宝物。4件，都是大钱的。
是的。好，这个忙我们一定帮。师傅，楚萧这人嘴巴严得很，套不出来实话。他说不说都不达求紧，大钱古董必须全部留在国人手里。他既要见孟星辰的当家人，我们便帮他一把，也是好事。第一步，招兵买马，扩充兵力；第二步，写信给南平关统帅，请求他出兵支援我们。您说的是镇守百里开外的南起将军，可是殿下，南将军与霍家军向来不和，他怎么可能前来支援我们？再说，南将军手下也才不到10万将士，面对北蛮30万大军，他自身都难以保修，就算有心，恐怕也不会站在我们这边吧。梁城到南平关，快马加鞭，大约需要4天时间吧。舅舅，你让人带着我的密信和信物去见南将军，他一定会帮我们的。南将军虽然与霍家军不和，但那只是政治无脑上的分歧。他身为镇国外患，带专谏，朝廷动荡，绝不会公私不分，眼睁睁看着大钱落入北蛮之手，看着梁城百姓被屠戮。公主放心，末将定将这件事办妥，亲自挑选亲信，务必将密信和信物安全送到南将军手中，绝不耽误大事。这件事必须严格保密，任何人不得泄露半分，无论是军中士兵还是身边亲信，谁敢泄露，杀无赦。是，末将等遵令。公主殿下，您看啊，神明是不是听到我们的话，也赞同咱们助您称帝？这中间戴着王冠的女子，眉眼间的模样，不正说的是您吗？是啊，是啊，这女子浓眉大眼，气质不凡，真的跟公主殿下一模一样。想必神明这是在暗示，您注定要执掌大权，护百姓周全啊！神明送来这个杯子，真的是在暗示我称帝吗？哎呦，楚先生，你又来了，这次又带来了什么好宝贝？请问霍小姐在吗？我有要事找她。楚先生这话说的，有什么好宝贝，我也可以先帮你看看啊。未必非要找我师傅。楚先生，其实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你这些古董都是从哪儿得来的？每次带来的宝贝都不一样，而且都是罕见的珍品，可不像是寻常人家能有的。都是家里留下来的祖传之物，没什么特别的。家里祖传的？楚先生跟我们合作了这么多次，看来还是不相信婉妹啊，连实话都不肯说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若是霍小姐不在，我明日再来拜访。别急啊，楚先生，你还没说今天来做什么呢。就算我师父不在，我也可以帮你转告他，说不定我还能帮上忙呢。殿下，城外的密探们一路被北蛮麻子追杀，只有小人侥幸逃了出来。这是京都送来的密信，请殿下亲解。别站着，赶紧带他下去疗伤，务必保住他的性命。是，公主。殿下，这密信里到底写了什么？看您神色不对，莫非是京都出了大事？殿下，到底怎么了？京都那边发生了什么？父皇卧病在床，大皇子秦月明便趁机把持朝政，还妄图让我弃城归朝。归朝做什么？是以延误军机之罪治我罪，还是以抗旨之罪处置我？还是说这梁城满城百姓的性命都不算性命，可随意弃之不顾？秦月明又算什么东西？仗着他额娘受父皇喜爱，便勾结内宫与朝堂势力，妄图逼欧夺权。皇阿玛还没死呢，他也配？妈的，老子活了一辈子，受了一辈子窝囊气，这次真是气得最狠的一次。秦月明那废物，不学无术，成天就知道吃喝玩乐，连个守城之主都当不好，凭什么当太子？凭什么执掌大钱江山？他奶奶的！我们在梁城浴血奋战，为朝廷卖命，他们倒好在京都吃香的喝辣的，不管我们的死活。公主秦月昭殿下，咱们反了吧！是啊，殿下，朝廷都不管我们的死活了。梁城我们守了1年多，朝廷半粒米一件武器都没送来。若不是神品献灵，我们早就饿死战死了。这样的朝廷，我们还为他卖什么命？反了！怎么了？我们说的不对吗？殿下为大钱出生入死，守着这古寒边关，干最累的活，受最多的委屈，却始终不受为下待见，凭什么？老子是霍家人，这辈子只听霍老将军的。霍老将军一生为民，忠心报国，
哪怕马革裹尸，战死疆场，老子也绝不会抛弃梁城的百姓。老子也是，我们只拥护月昭公主，其他的命令都是屁。大不了反了他娘的，咱们自己守着梁城，护着百姓，总比被朝廷抛弃、被北蛮屠戮强。哎，说的倒是简单，可我们怎么反？咱们如今只有5万残兵，连这梁城都未必能守得住，更别说冲出梁城对抗朝廷了。神明虽然说会送武器来，但这武器还没到啊。你说的对，我们不能反，但我们要打胜仗，要正大光明的回京，揭穿秦月明的阴谋，护父皇周全，护大前百姓周全。殿下，您打算怎么打这场仗？咱们只有5万残兵，北蛮却有将近30万大军，这仗太难打了。神明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，恳请神明收下，早日赐下仙界筑墙法法。太好了，上午还在想，没什么好东西能引孟星辰的老总出来，现在这不就有了？这满车的古董，随便拿几样出来造造势，都能轰动半个 S 市的地下拍卖市场，不愁引不出人。秦月昭能倾家荡产把这些东西送过来，说明梁城的情况真的很危急。看来我不仅要给他准备筑墙的材料和技术，还得帮他买打仗用的兵器，才能帮他守住梁城。月昭公主，2个时辰后，我会传送筑墙材料，你尽快准备更大的场地，做好收获准备，切勿耽误。月昭公主，你说这神明真的住在这聚宝盆里吗？怎么送完东西就没动静了？寒天霸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神明赐下的食物是给公主和将士们备用的，你怎么自顾自就吃起来了？太无礼了！你这丫头少多管闲事！老子孝敬神明这么多金银财宝，吃几个馒头几块饼还要经过你同意？再说这些食物也是给咱们将士们吃的，我吃点怎么了？你这人怎么这么粗俗，简直不可理喻！哎呀，真的有神明回应了！公主，你快看看纸上写的什么？是不是仙界筑墙法来了？神明说，铸造材料马上就到，让我们赶紧去城墙边准备卸货，莫要耽误筑墙大事。这么快，神明果然神通广大，太好了！有了筑墙材料，咱们就能牢牢守住梁城了。报，公主殿下，京城来的密报，10万火急。我已准备好筑墙材料，你将我赐予的平板电脑传回给我，我将城墙铸造术传给你们，助你们快速加固城池。你们几个赶紧出去，神明要送东西来了，离远点儿，别被砸着。我的天啊，我起得早，这不是在做梦吧？这么多食物，咱们再也不用饿肚子了。有了这些，咱就能全力突围，不用费心烧火做饭，随时都能吃饱饭，军心一定能大振。这么多馒头和馕，足够咱们撑上许久。就算北蛮来犯，咱们也有底气跟他们拼了。都让开！神明说还有很多食物要赐下来，别挡着去路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下就算征到新兵，也不愁没有粮食养活他们了。那可说不定。这些粮食都是咱们公主用金银财宝换来的，你们什么时候把自己的值钱玩意儿交上来，
才算真的有诚意。别站着了，昨天我不是给副将们发了一个奇奇怪怪的镜子平板岛吗？你赶紧去把所有镜子都收回来。神明要教我们仙界筑墙法。啊，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现在就去。您等我，您一定要等我。仙界铸造术，光听名字就高大上，要是真能用在筑墙上，北蛮的云梯根本不值一提。神明，多谢神明眷顾，月昭感激不尽，定不辜负神明所托，守住梁城，击退北蛮。殿下，您不是说神明要赐予我们仙界铸造术吗？怎么都过了这么久，还是没反应啊？难道是出什么事了？肯定是神明还在施法，仙界筑墙法肯定很复杂，需要很长时间。神明是怕我们看不懂，特意仔细推演呢，肯定是这样。也有可能施法需要耗费很多神力，咱们都没主动上供金银财宝，神明不高兴了，才迟迟不传送术法。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有可能。神明赐了我们这么多粮食，我们确实该上供些财宝表示诚意。既然这样，你还不赶紧回家拿点值钱东西来，晚了要是惹神明生气，可就麻烦了。公主殿下，您要的金银财宝，我韩天霸亲自给您送来了，您快看看，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。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想让老子自己搭出血，那可不行。霍家军听令，即刻带人前往太守府，清点韩天霸及侍卫们的银钱，务必清点清楚，不得有误。是，末将等定不负公主所望。多谢神明出谋划策，若不是神明指点，今日梁城恐怕会陷入大乱。公主，您已经忙碌了一早上，趁这个间隙好好休息一下吧，身子要紧。我如何能睡得着？开蓬失州的消息想必已经在城内传开了，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北蛮的奸细得知。到那时，城中有粮有水的消息一定会传到北蛮军营，他们必定会拼尽全力前来抢粮。到时候梁城又会陷入危机。神明，如今梁城危机四伏，北蛮随时可能来犯，恳请神明赐下筑墙材料和武器，助我们加固城池，击退敌军。仙官已经开始施粥赈灾，岳昭收服了太守府侍卫，只是城中有粮的消息瞒不住了，北蛮很快就会来犯。他要筑墙，还要武器。他想要石灰和糯米筑墙，这是古代筑长城的法子，虽坚固，却耗费人力和时间。而且现在粮食紧张，糯米用来筑墙太可惜了，不如用钢筋、水泥和沙子，效率高，也更坚固。只是要把这个方法传过去，得先让他把平板电脑传回来。老板，我要300吨钢筋钢丝，300吨水泥，300吨砖头，送到京郊农场地址，麻烦尽快安排。好嘞，老板，您放心，我这就安排人备货，今天就给您送到。只是老板，您买这么多建材是要建农场厂房吗？打造农场需要加固围栏和搭建一些棚屋。这楚先生买这么多东西是要做什么啊？堆得满满一院子，谁知道呢？说不定是做什么生意吧。买这么多吃的和建材，太奇怪了。月昭公主，食物已到，准备收货。混账玩意儿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陈坤，他骗我们，说公主藏着粮食不开仓放粮，还让我们争食孩童，以此怂恿百姓抢粮，然后引北蛮大军进来偷袭。我们都是被骗的，真的不知道啊！妈了个巴子！一群废物混账，敢在老子眼皮子底下耍把戏，老子定将那陈坤大卸八块，挫骨扬灰！公主殿下，不管您信不信，我韩天霸虽粗鲁，却绝不会做通敌卖国、背叛家国之事。但这张图确实是我给陈坤的那张，
我愿亲自带人将他追回来，任凭殿下责罚，绝无半句怨言。韩天豹，本公主再问你一次，通敌之事，你当真一无所知？我对天起誓，此事我全然不知。若有半句谎言，必遭天打五雷轰，不得好死。虽然你不知通敌之事，但你管教手下不严，渎职懈怠，致使陈坤有机可乘，你认罪吗？我认罪，是我眼瞎，错信了陈坤，更是我管教无方，让手下被人挑唆，险些酿成大错。既然如此，本公主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只要你全力协助本公主击退北蛮，公主府的粮食、武器，你随便挑选，绝不吝啬。什么？大人，您别犹豫了，快答应殿下呀！是啊，大人，殿下既往不咎，还肯给我们机会，深明大义。再说北蛮欺负我们这么久，我们早就忍可忍了，跟着公主干，定能打退他们。妈拉个巴子的，老子怎么没早发现？你小子倒是比老子通透，还有点出息。怎么样，韩天华？想好了就赶紧去点兵，把侍卫名册交上来，别耽误了大事。还站着干什么？都愣着等死吗？赶紧去太守府拿侍卫名册，快点儿！难道你们都不饿，不想吃公主府的粮食吗？多谢殿下，多谢陛下，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。本宫的话还没说完。啊，殿下，您耍我呢？耍你倒不至于，但神明还有第二个要求。他知道你这些年在梁城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，让你交出这些年贪污的所有银钱，以此为自己赎罪，也为梁城百姓赎罪。这不是胡说吗？微臣在梁城这地方一向安分守己，勤勤恳恳，哪有什么搜刮民脂民膏啊？殿下可不能听神明随口乱说。哦，你的意思是神明冤枉你了？那没有，那没有，我就是这么一说，神明怎么会冤枉我呢？再者说，现在是灾荒年，金钱算什么玩意儿？能用来供奉神明，换取粮食，解救百姓。别说我的银钱，就是整个太守府侍卫们的银钱，也一并拿走，绝不吝啬。看，我说他废物吧，只会发疯作死。快走，他不是发疯，是有底气。不怕吃屎就留下。小楚总，往事已过，现在楚总是楚镇河。再多嘴，现在就让你永远闭嘴。楚萧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心里清楚。楚萧是合法继承人，楚氏该还给楚萧。想跟楚振龙一起死？我父母怎么死的，你真不清楚？好，公司可以给你，但你毫无功劳，难以服众。除非你拿下楚氏与孟星辰的大合同，敢不敢？孟星辰，国内顶尖金融巨头，老总神秘莫测，无人见其真容。拿下孟星辰合同，楚氏归你。听到了，签下单，楚氏还我。楚总，是空白 U 盘，他耍您。陪他玩到底。孟星辰老总见过的人不超10个，你爸都请不动，我们白跟你撕破脸了。我能拿下，输了也要按市价收我们股份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我爸说过，孟星辰老董酷爱古董，我有不一般的货色。你要去买种子？秦月昭，听说你找老子？婉儿，照弓箭手，敢动，杀无赦。韩天拔，你可知罪？老子何罪之有？你少血口喷人！通敌卖国，昨夜西山偷袭，敌军持此图，本该是你府中侍卫巡夜。这是我给陈坤的。陈浑人呐！一早就不见了。大人，公主能通神明，
昨夜粮食如雨落下，是陈坤造谣，说公主藏粮不发，骗我们闹事。陈坤才是真正内奸。楚萧，我错了，原谅我好不好？我是被赵钱威胁的。5秒松开，不然把你不堪的私密视频公之于众。你胡说！全程拍着，是你主动勾引。你也爱钱，你装穷骗我感情，你就是种马！我不收破鞋，滚！沈青青第一个，楚振和第二个。小楚总，您真能让楚振和交权？他又增骨了，我们快顶不住了。记住，今天不管我做什么，你们都站我这边。一定上刀山下火海都跟您。楚萧，你还真敢来，带这帮老东西想干嘛？昨天赌约还算数，我拿回楚氏，你直播吃屎。我看你怎么被像狗一样赶出去。哼，那就跟我上来。先生，您不能闯，董事长正在开会。滚！连公司少主都不认识，楚振和只教你睡觉，不教你认人。大侄子，不好好送外卖，跑来这儿干什么？二叔，你说我来干什么？大侄子这话问的，难不成谁点外卖了？财务部、人事部是你们吗？楚总真会开玩笑，上班可不敢点外卖。那是小楚子想爹了啊！现在处事早不是你爸那时候了。胡庆生，你挪用公款还赌债，忘了我爸救你狗命。你安插至亲戚驻空公司，也敢忘恩负义？落井下石的畜生，都该给我爸陪葬！是真的，都是真的。神明赐下烤全羊了，逢年过节都吃不上的东西，莫将此生无憾了。白米竟这般干蒸，一口下去何等满足！这等佳肴可入皇族国宴。这器皿是金刚，若能铸冰，何等恐怖！舅舅，神明吩咐，明日找太守收编侍卫，献出府中宝物，可换神兵利器。神兵利器？神明还要赐武器？霍廷业在此立誓，世代供奉神明，永记大恩。快入座吧，婉儿，去叫陈伯与侍卫们一同来吃，给周鹏将士也留一份。看好戏水池，水满便分给百姓。这些桶送去后巷，给火头军乘舟使用。殿下，草民该死，此前恶言重伤殿下，殿下开仓放粮，我等无以为报，愿献家中财物。此乃先祖京中所得黑玉燕，虽微薄，聊表心意。都起来吧，往后你们不必再吃这些，神明已应许，今后人人每日2碗米粥。每日2碗粥，不要被吃掉了！孩儿有救了，不用换粮食了。粥饭不是白来的，神明说不可坐吃山空，轻壮修城墙，垦荒建房，老弱缝补，炊事以工代主。愿意干什么都愿意。殿下，种地我们在行，可饥荒连年，种子早已吃光。此事不必担心，我自会求神明赐下种子。你们先去做事。神明，百姓愿以工代任，然粮城无种子，恳请神明赐予。微薄金银，聊表谢意，望神明不弃。再高档，也觉得恶心。放心，种子而已，稍后便赐。
今日还有大批粮食到，准备大场地接收。钱财与我如粪土，可神明的神兵却是守城关键。神明说的是真的吗？只要你按我说的做，以后粮食武器我全包了。神明所言，月昭记下了，明日便去太守府讨交代。好，我先传些粮食给你，祝你顺利。婉儿，速传军医来取药，军营伤员病患已等不及。公主，此等疗伤技技奇特无比，老夫行医数十年，从未见过。这钢刃锋利无比，胜过我朝兵器数10倍。而国医情绪全疗医已将瘟疫的影响的感染救治的医疗性会上。哇！公主，此人定是神明。多谢神明赐方，我等定拼死救治百姓将士。此人绝非神明，神明当更为俊美。每人一台，速学用法，就注治刨苗。公主，这烤羊条比玉燕还香。这些带壳的是什么？器皿竟像银子做的。这是金刚，可削铁如泥。大夏国君佩剑便是此物。吃完便可打造神兵，我们发达了！这些钢盆稍加改造，剑是盾牌。速传霍将军与诸位副将前来。公主，这是？我是楚振龙最好的朋友，凭什么不让进？楚兄，出来！我们有要事。小楚啊，还记得顾叔吧？你爸在世时，我常来。顾叔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你们呢？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日是我父母的忌日，他们来者不善，要不要我赶人？今天这个日子来，怎么能让他们轻易走？今日是楚总忌日，我们是来祭拜的。祭奠完了，有事直说。我们不想楚氏毁在楚振和手里，他疯狂圈钱，股权乱搞。你们想让我怎么做？我们股权够多，您市价收购，助您杀回楚氏。我一人不行，我们联手。没诚意就算了。我们听你的。杀！谁给你的地图？梁城还有哪些地方被挖通？你死都不会知道，梁城已是瓮中之鳖。找死！霍廷业，严查所有山壁开凿痕迹，
今日是太守府侍卫当值，这群人素来懈慢。传太守韩天宝到将军府，我要一个解释。多谢神明记挂，西山敌袭已控，但城防图与存粮消息，恐被太守府之人泄露。城中还有其他势力？梁城上有豪门贵胄与太守府侍卫，为何不招兵，让太守交出侍卫管理权？你收编入伍，再让太守献出府中值钱物件，我便给你换先进武器，既增兵力，又得神兵，如何？楚先生，上次您的物件，我们已与各大博物馆研究。黄董正是大前文华博物馆馆长。楚先生，快拿出宝物，让我们开开眼。这是大钱金锭，2头尖，中间鼓，底部还有专属印记，是一套的，和上次的金碗完全成套。这是大钱玉简，比金银珍贵万倍。大钱13年，天下大旱，梁城黄沙蔽日，粮草断绝，霍家军10死5六，公主杀马绝草，死守孤城。皇帝昏聩，赈粮不至，越昭公主困绝境，10日无多。证实了，大钱历史、公主结局全证实了。价值无可向量。楚先生，这些我们全要，您开价。你们估价即可。3样一起，10亿，如何？10亿8千万。楚先生，下次有好东西优先找我们，我们不问去处。放心，下次还来。别墅办妥了，但来了几个老东西，你快回来。谢神明，大恩无以为报，越昭必建神庙，让万民为您焚香供奉。建神庙，我只要钱。喂，房子的事出问题了。楚萧，别墅怕是拿不回了，其他都办妥，可银行欠款必须先还清。我父母欠了多少？8个亿。8个亿？8个亿而已。我现在就打给你。啊！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不管怎样，把老宅拿回来，那是我爸妈唯一的念想。我去，那不是广告上2000多万的车吗？这破农场原来是富二代的地盘。哎，别管了，卸货吧。越昭公主可在？我要传送物资了。好。啊！下蔬菜雨了，奴婢从没见过这么多菜。娘哎，这萝卜比我腿还粗。公主，这圆圆的像苹果的也是菜，这像花一样的也是菜，有点草味儿。这肉腌过的，一块的能配1碗粥。公主，这白药是什么？这纱布比雪还白。有画，是照妖镜，摄魂了。快，把这些分给军医和副将，立刻学习。公主，大事不好！敌军突袭！楚先生，你终于来了。霍小姐说的是真的，楚先生真到了。既然霍小姐在，正好，我还有几件古董，请您长眼。公主殿下，神明又送物资来了。
这次送了500包大米、500包面粉、500桶油和200包盐。传令下去，将军府即刻起开棚施粥，全城百姓每人可领1碗粥。公主殿下施粥了，太好了！多谢公主，多谢公主！公主殿下千岁千岁千岁！坤哥，老管家说将军府有500包大米、500包面粉、500桶油和200包盐。你说多少？这么多物资，够我们吃好几年了。坤哥，我们什么时候去抢？不要着急，他们人多，咱们不能轻举妄动。不行啊，坤哥，再抢不到粮食，家里的孩子和老婆都要饿死了。今日本着蒸了那小孩，咱能吃顿饱的，没想到被秦月昭个贱人坏了事。咱们现在进去偷他米，反正大战在即，将军府侍卫松伐。屁话！侍卫松达怎么了？秦月昭一招斩杀大胡子，你们几个加起来都不是对手，想死自己去。那就在这干等着。他不是赈灾施粥吗？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少粮食。你们去将军府领水，继续盯着，我去把消息散播出去，引北蛮大军打进来。他不是爱民如子吗？我看他怎么救。大人，陈管家说秦月昭真请动了神明，粮食是神明赐的。神明？他真通神了？此事不许对外泄露半句，盯紧将军府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神明保佑，霍廷业铭记于心。若能破北蛮，愿献尽家财以谢神明。霍子宇，备马车，入夜后将粮食秘密运往军营。哭什么？这是福气，赶紧搬粮，回去喝热粥。之前您去我店里的时候，我正约黄总谈大钱谷物的事，只是没想到您也会来这儿。您是来买车的？本来约好了销售，但突然联系不上，所以准备自己试驾。不过，有人说这辆车试驾需要提前预约。不需要，不需要。楚总看上哪一辆尽管提，今日整个售车行全为您服务。黄董事长，这辆车是我先预约的，你凭什么让楚萧先试驾？就凭他是我们店里最尊贵的客人。楚氏集团破产的事儿，整个 S 市人尽皆知。楚萧现在就是个丧家犬，怎么就成最尊贵的客人？我们赵家跟你们店合作了10几年，你不会分不清主次吧？赵公子，您的父亲确实跟我们店有合作，但至今还没将这些年的车款全部结清。劳烦您回去的时候催一下赵董事长。不得了啊！董事长都对他这么恭敬，他到底是谁？赵氏兄弟这下脸丢大了，太丢人了。姓楚的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楚总，刚才是我眼拙。您是要试这辆车吗？我现在就……不用了，你过来帮我试车，这单业绩算在你头上。这怎么行？怎么不行？让他过来给我试驾，否则我就不买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客人点名让你试驾，你过来就是了。是，多谢楚总信任，多谢楚总信任。霍小姐，您说他还会再拿大钱谷物来卖，是真的吗？放心，不出3日，他就会再来。喂，好，直接卸到院子里就行。
哟，这不是破产楚大少吗？一股穷香味儿，不去还债，来这儿送外卖。哥，他是来应聘保洁的，月薪4000，双份工还几十亿债。几十亿，我动动手指就有。就你，脑子摔傻了吧？我们家上市才几十亿。你们赵家废物，不代表别人也是。你拿得出几十亿？我直播吃屎！成全你，明早9点半，楚氏集团见。哼，楚镇河掌权，你连大门都进不去。先生，这辆限量款不能乱碰。限量款不是用来试驾的，这车2000多万已被预定，你试不起。你卖车就好好服务，我现在要求试驾。试驾要资金证明，请配合。楚萧，别装了，车是我定的，你想试，等我玩腻了。预定不算，谁先付钱是谁的。我今天就要试。丧家犬也敢碰我的车！敢打我！保镖，把他捆车后面拖死！小哥哥，又带好东西来了。我在家又找到几件，你看看价。这是皇室重器。你稍等，霍小姐就在附近，我马上叫她。楚先生，又有宝物。凤临天下，这是秦月昭公主贴身配的白玉凤纹腰牌，单面凤尾，单面凤首，行动如飞凤绕身，红宝石点睛，凤足刻大前皇室御用，工艺领舵后世数百年。这2件我都要，3亿。3亿？我出价全行业最高，你可比价？我随时等你回来。我不是嫌少，你上次说秦月昭公主死在边关，野史记载很少，只知第一场战役20万大军胜5万，最后一战北蛮、大魏、大梁3国围攻，大魏国主信她是神女，能统一9国，集全国兵力围剿。昭公主被围困悬崖，万箭穿心，坠崖而死，尸首被野狼啃食，面目全非，死状极惨。财神爷竟然这么惨！3亿，我现在转你。好，我还有事，先走。期待下次光临。秦月昭不能死，我要救他，我要给他送够粮、水、药、棉衣、武器。所有白菜、萝卜、红薯、玉米、番茄，我全部包场，用于赈灾。全给你，每斤再降几毛。全部送到我爷爷的郊区农场。秦月昭，这一次我保你活。全部装好单机翻译软件，要能离线看图识字。公主，是鲜肉大帮，鲜嫩多汁，太香了。把包子分给各位副将，他们忙了一整夜。太好吃了，这是神仙吃的东西啊！我差点把手指头都吃下去。20盒扣肉饭，每人1盒，带回家给家人煮成粥。其余粮食送军营，每2人分1个馒头。不可，我们已经吃了包子，伤病员更需要。你们安心，家人吃饱，你们才能全力助我突围。收下。我等定为殿下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公主殿下，救命！将军，谁把你打成这样？别管我，求你们救我弟弟，他们要把我弟弟
吃了。把他抬进去疗伤，其他人跟我走。粮草断绝，哪来这么浓的肉香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哼，朝廷的废物公主，你来干什么？放肆，祸害百姓，该当何罪？罪！你把粮食给小鬼，不给我们，我们自己找活路，何罪之有？好，好得很。哼哼，既然你想知道我们在干什么，那就看好了。他正是小女孩的弟弟。你们该死！敢使我子民，杀无赦！神明，我需要更多粮食，我需要药物、棉衣、兵器，我不能再让我的百姓死得这么惨。将军，神明又赐水了，大水来了！有水了！祸害百姓者，虐杀无赦，一个不留！敢动我兄弟！来啊！谁敢上来？老子今天弄死你们！臭小子，我们跟林东闹着玩，关你屁事儿！林东是我兄弟，欺负他就是欺负我。欺负你又怎么样？你就是无父无母的丧家狗！兄弟们，上，打断他的腿！楚萧，你得罪赵钱，得罪楚先生的事暴露了，今天你死定了！狗东西，连我叔叔身边的人都分不清，也敢来监视我！把这几个垃圾调到屋顶，他们喜欢闹，就陪他们好好玩。是，楚少爷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不是来罚他的吗？我们是送你们下地狱的。楚萧，楚家出这么大事，你居然不告诉我，拿我当兄弟了吗？志成，我不是故意瞒你。穆志成是父亲干儿子，当时在国外，回来才知道噩耗。情况我都查清了，接下来怎么干？拿回我失去的一切。我父母的死，一定是楚镇江干的。可你家别墅已经被拍卖了，还没正式过户，我转你2个亿，帮我拿回来。2个亿？你哪来这么多钱？能不能办？能。立刻去办。楚萧，你被投诉，我要扣你半个月工资。你疯了！这是法治社会。你也知道法治社会，克扣工资、骚扰女同事、偷看厕所，要我一件件算吗？1个多月，从富二代到穷光蛋，再到外卖员，受尽白眼。没想到老天爷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，这一次我谁也不怕。楚萧，我们去哪儿？回家。发财了，这次真的发财了。公主也太财大气粗了，我说心有余而力不离，她直接给我送钱。我更喜欢救人了，更喜欢做慈善了。只要保住这位财神公主，金银财宝源源不断。明天再去那2个美女老板，卖个天价。不好意思，衬衫有点大。我帮你吹头发吧。好啊，你好久没帮我吹了，大学时你也总帮我吹，还记得吗？几年前的事，我不记得了。我记得，是我对不起他。楚萧，我喜欢你，我一直都喜欢你。以前你因为责任跟沈青青在一起，现在他背叛你，你还爱他吗？爱他，爱他麻辣秒卖，我对他只有恨。那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楚萧，我没准备相关物品。放心，我会注意的。
林东，楚萧，救命！他们打我！对不起，小薇，我兄弟出事了，你先回去，我处理完请你吃饭。好，你小心，有事打给我。秦月昭，先撑住，我回来再给你送更多。神明是不是生气了？是不是我要的太多？大前公主你好，我是楚萧，你的请求我看到了，按你之前供奉的金银，我可按比例赐下水粮。边关除粮水外，最缺什么？外祖父说的没错，我是天命神女，我能通神明，梁城10几万人有救了。多谢神明眷顾，边关最缺粮、水、药物，2个月后寒冬将至，急需御寒衣物，望神明慈悲赐予。婉儿，快进来！公主，怎么了？是真的，神明赐粮了，霍家军有救了！别磕了，神明还要送水，快去整理府邸水池，把府里所有金锭、瓷瓶、金樽，所有值钱东西全都抬来献神。是，殿下。给我住手！将军饶命！这丫头胡说，她之前也吃过人。你胡说！是你趁娘病重把她换了粮食，妈累到咳血，你却卖了她，你不是人！我错了，我只想活，我只想让儿子活，我再也不卖孩子了，我会养他们。你这种人，欺软怕硬，死性不改。本宫最恨重男轻女，女人一样可以征战沙场，建功立业。本宫外祖母，本宫母后，哪一个不比你强？拉去军营充军，干最脏最累的活儿，再动杀无赦。不要，殿下，我错了。把你的半个馒头给他们。殿下，百姓太苦了，若神明能再赐些粮食就好了。寒冬一到，梁城就真的撑不住了。走，回去求神明。惨，太惨了！我马上给你送物资。网上比超市便宜，直接送出租屋。你怎么亲自来了？我跟人换班了，特意送来，也想看看你。他一直爱着我，我当初却选了沈青青，真是瞎了眼。东西放哪里？放这里，放不下就放走廊。请进。不好，快搬进去！你都淋湿了，进去换身衣服吧。公主，是咸的，有盐。边关缺盐数月，将士无力，粗脖子病缠身，神明连这个都知道。公主，是熟火腿，神明能封小袋袋子里不变味，太神奇了。公主，这瓶子是琉璃，比陛下的琉璃盏还要透亮。这才是油，
好香，好清，好干净。吃了几个月草根观音土，喝一口油就能通便啊！还是不够全城百姓和将士吃。是我太过贪心，惹神明不悦了吗？先把粮食运往军营，熬成粥，加些草根树皮，先让大家吃顿饱的。是。多谢公主赐水，求公主再赐粮食。公主，救救我的孩子！我没奶水，他快饿死了。殿下小心，他死了就会被他爹拿去换粮啊！我3个孩子，2个已经被他爹换粮了，这是最后一个，求您救他，我愿以命相换。我知道苦，这是我最后的口粮，偷偷吃，别被人抢了。不想死就躲起来吃。爹，我想活，别杀我！我不吃东西，我挖草根、拔树皮，吃观音土养你，别把我换掉！爹，爷爷奶奶死了，娘死了，别卖姐姐！老子都快饿死了，不换你我怎么活？我饿死也不让姐姐死！杨大柱，换不换？不换我去下一家。动手。滚！弟弟，姐姐不怕，我保护你。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你。操！哪个狗东西敢踹我？这款是新贡米，60多一斤，太贵了。你可以选旁边这款，经济实惠。我现在不差钱。小薇，这些大米我全都要了。啊，一共130多袋，你都要？对，我要做慈善。另外再加10箱方便面、榨菜、火腿肠，50袋面粉，1台打印机。这要近10万，你不如改善生活或创业。我知道你为我好，但我现在根本不差。臭小子，你用了我20吨水，是不是干什么糊涂事儿？房租还不交，我要破门了！抱歉，忘关水龙头，我现在就回。我有急事，麻烦你尽快把东西送到我家。放心，1小时内送到。二倩。哟，可算回来啦！浪费我水费，房租不交可以用别的方式抵哟。这是房租加违约金，我这几天就搬家。发财啦！别走啊，阿姨有好房子给你住。不用。我要把爸妈被拍卖的别墅赎回来，那是我唯一的念想。这些我用不上了，古代那边更需要。先送这批救急，剩下的上网批量买。大将军，您真的请动神明了！霍廷业是秦月昭小舅舅，霍家4子3死1失踪，满门忠烈，被皇帝猜忌，国丈算计，困守梁城。舅舅，神明赐水，边关有救了。必须再求神明赐凉水。神明在上，我大前将士百姓被围3年，饿死无数，一子而食，恳求再多赐凉水。
先生，您是不是坐错位置了？法国鹅肝、松茸、鱼子酱、羊排、奥漏龙，再加1瓶10几万的红酒。好的，先生，请您稍等。钱哥哥，你什么时候请我来这里吃一顿啊？哎，钱哥哥，你看，那不是楚萧吗？你不是说他身无分文，卡都被刷爆了吗？我亲眼看见他被洗劫一空，他怎么可能有钱在这里消费？哼，蠢货！哼，我当是谁？原来是你这条丧家之犬。这桌菜是上一客人剩下的吧？有事？当然有事儿！你有钱在这儿挥霍，欠我的钱为什么不还？我欠你多少？连本带利38000，今天还不上，你就把垃圾桶里的东西给我吃了！我吃你妈个逼！操！楚萧，你敢当众行凶！老子给你4万！上次你找人打断我腿，这一茬子是还你的。以后你和沈青青别出现在我面前，见一次打一次。楚萧，张总一根手指就能捏死你！滚开！门口牌子写着：贵宾区用餐不得打扰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是真的吧？真的。他们挑衅打扰我用餐，我属于正当防卫，麻烦你们处理。楚萧，居然是你！林小薇，她是我的初恋 ，S 大校花。当初是沈青青这个贱人给我下药，故意破坏我们。楚萧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！有本事，尽管放马过来。后悔，就算他跪下来舔我，我也不会后悔。多年不见，一见面就让你看这么不堪的画面。你在这儿上班？我是超市赌购，负责米面粮油。你和沈青青怎么了？当年是我眼瞎才看上他。不说他了，我正好要买1批大米，你带我去看看。公主，求您再向神明祷告，这点粮食根本不够几万人分，城中已经出现人吃人，再没有粮食，百姓会冲府，开城门投降。我亲眼看见2家夫人交换孩子一子而食，老人求儿子杀了自己喂孙子，我不怕死，可我受不了这些人间惨剧。我明白，巫师说我能通神明，可我从来不敢真的相信。若真有神明，我外族满门忠烈为何惨死？那些奸佞皇兄为何还活着？但事到如今，我愿求神，愿用此生所有荣供奉，哪怕……水，公主，是水！甜的，是山泉，公主您快喝。清冽甘甜，真的是神水！快！拿盆、拿桶、拿缸，所有能装水的东西都拿来，别浪费一滴。公主，是真的，真的有神明，神明赐水了。你们都过来喝，再找大桶来接。有水了，咱们有盼头了，有水就能长草，就能种粮。放心，良辰的好日子来了。水还在流，立刻通知霍将军，带人来分水，发给全城百姓。记住，神明赐水的事不许张扬，只说将军府古井重新出水。是，将军。这个月从富二代沦落到送外卖，天天吃路边摊，拉了整整1个月肚子。现在我是亿万富翁了，没必要再亏待自己，钱留着没用，意外来了就没了，不如趁早花掉。大前13年，公主御驾亲征，驻扎梁城，
遇百年大旱，草木枯死，饿殍千里。霍家军10万大军伤亡大半，无粮无水，命不久矣。祈求神明赐予水源粮食，救万民于水火。本宫愿以身侍奉神明，建庙立祠，万民叩拜。这么惨，看在6个亿的份上，财神爷绝对不能死。江关缺水，先送水，再去买粮食。你也一起吃吧，你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。公主，梁城被围，粮食紧缺，你们还要退敌？退敌重要，你的命同样重要。吃。公主，比明星还美，沈青青连她一根头发都比不上。您来了。没错，是大前王朝真的现世了。篆刻、雕工、形制全与野史记载一致，这是那位大人物的专属器物。大前国，从没听过，听起来很厉害。老板，这碗到底能卖多少钱？100万？1000万？1个亿？孤品能到1亿，若是一整套，能值5个亿。5个亿，看来我赌对了。您说的一套是4只？4只？他居然有一整套！小帅哥，整套你都卖？卖，我要6个亿。6个亿？你坐地起价？你说它是孤品国宝级，整套要6个亿，不过分。给不到我就走。且慢，6个亿我给，但日后再有这种物件，必须第一个找我。一言为定。到站。 6个亿，我楚萧翻身了。这孩子不简单，敢跟您开6个亿，确实胆大包天。你跟我这么久，还是眼浅。2000年文物，毫无盗痕，无修复，完好如新。你猜它是怎么保存下来的？师父，您难道是说……远处突然传来凄厉哭嚎，由远及近。殿下，儿子才3岁，快饿死了，求求您救救他！殿下，您不是神女吗？为何看着我们饿死？不给粮食就开城门，我们宁愿死在外面。殿下，我女儿快没气儿了，再没粮就会被他爹拿去换粮啊！殿下，我2个孩子已经被换走1个，剩下这个也要被抢去换粮，求您救他！人在哪里？就在隔壁难民营。快带人去救！殿下救人无用，开仓放粮。敌军说只要您投诚，就不杀百姓。您为何不开城门？大钱快亡了，我们不认你这个公主！大胆狂徒，竟敢辱没公主！我全家都死了，我只想活，我有什么错？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孩子，你记住，就是这个女人害死你爹，她有粮也不救我们。冲进去抢粮，开仓！乡亲们，听我解释。殿下，神典显灵了，神典显灵了！公主，您看，神明送食物来了，这米比京都贡米还要好。灾荒之年，京都也吃不到这样的米。金刚做的罐子，里面有水声，这是封口。啊，天神之水，太神奇了！甜的，甜到直冲头顶。婉儿，你也尝尝，神明喝的水是甜的，是甜的。真的是甜的，
我们的水浑浊带土味，神明的水是黑色的，却甘甜无比。诸位来的正好，神明县令给我们送粮食了。公主，好大的肉排！天不亡我霍力军，我们能赢！先别声张，婉儿，把盒饭送去厨房，熬成粥分给大家。是，殿下。你们带回家，给饿了数月的家人先填肚子。公主，这是神明赐您的，我们不能要。公主府家丁饿死大半，他们更需要。你们保家卫国，食物理应先给你们，神明还会在此，收下吧。多谢公主，我3岁儿子快饿死了。末将多谢公主，家父饿得走不动路，有救了。送完立刻回来，千万不要惊动百姓，以免恐慌哄抢。这盆真能通古代？我操，能用意识传送？活物传不了，有限制。食物换黄金，我要翻身报仇。让他聊力学可以，你再这么大着。哟，小哥哥是来卖货的。你怎么知道我是卖不是买？买东西的人不会像你这么警惕，眼神飘，还穿得这么朴素。拿出来吧，让我瞧瞧是什么宝贝。小哥哥，这东西你从哪儿来的？家里祖传的。不可能，这是2000年金镶玉工艺，馆藏都没这么完好。招，秦月招，秦月招，通鬼神，17岁征战，21岁惨死边关的神女公主。野史记载的朝代，难道是真的？财神爷会死？先别管这个，这碗值多少钱？这是国宝级，我叫专家来给你最准价。越快越好，我赶时间。秦月昭不能死，他是我的财神爷，我必须保住他。茶碗与今晚入盆即消失，此事绝非鬼怪。殿下，我们快请巫师过来。此非鬼，是天神降临。皇天在上，请神明显灵，必有大钱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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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就是住你的房子，睡你的女人吗？怎么，在意了？赵钱，我拿你当朋友，你为何要这样？青青，我们快结婚了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待我不薄，当初你在京圈嘲笑我是暴发户，忘了？学历算个屁！你现在就是个送外卖的，还给老子送套！楚萧，赵总身价前10，我总不能跟你住出租屋骑电动车吧？你配不上我了。兄弟就该有福同享，我睡你女人是给你面子。赵钱，今日之辱，我必10倍奉还。八光扔出去，我看他怎么报仇。这是谁在偷看？殿下，
您换药怎么不叫奴婢？小心伤了凤体。本宫刚察觉有人窥视，以为是北蛮细作，巡营遇刺，药物管缺，只能自己处理。殿下，您把府里最后粮食都发了，咱们已经断粮了，伤兵阵马都没药医。殿下，您快逃吧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放肆！本宫是大前公主，岂能弃子民独活？梁城大旱，北蛮围城，百姓易子而食。我若逃走，便是千古罪人。巫师不是说本宫能通神灵吗？去把他找来，本宫要请神明庇佑。殿下，有鬼啊！这铜盆能连通古代，神明通神。婉儿，你是幻觉，这里什么都没有。不对，我明明看见一个短发、浑身是血的男人在偷看您换药。你自己看吧。这是爷爷挖出来的旧盆，一直当花盆，从没出过怪事。难道是微型显示器？拍电视剧的？我操！今晚